嘿，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100等的什麼角色？對，就是我們的100等 V87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如果大家記得這個玩家的話，它是這個實況主挑戰周開始之前就出現過的一個玩家吧。那當時我就答應過大家，就是當時他的那些比賽是用這個狂戰巴薩，那我當時就說，其實這個玩家是一個專業的 V87 玩家。那當時他是沒有主要用 V87，那我就當時就答應大家，之後會有一些素材是他主要用 V87 跟我打的這一場比賽啊。對，那這天我就來把這個承諾實現了。對，那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100等的 V87 專家打的這一場比賽。對，那相信說到這個 V87， 那我相信大家都會想起以前這個 Lostside 的輝煌時代。那因為我相信所有伺服器都是這樣，V87 出現那個年代應該是所有伺服器最多人玩的一個年代。那其實有很多原因，主要就是當時的一些遊戲環境比較單純一點，那大家就是用自己喜歡的角色就可以玩得非常之投入，或者是非常之開心。那當然這全都是已經是過去式了。那就算把以前那個遊戲環境拉回來，現在的話其實也不會再有以前那個輝煌時代出現。那所以的話，我們就又是那句，有一些東西過去了，那只能在回憶裡面尋回了，那基本上就回不來了。对，那今天我們還是回到正題裡面，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100的 V87 打的這一場比賽。那這個 V87 其實屬於這個舊時代英雄嘛。那舊時代英雄的話有什麼特點？那大部分舊時代英雄他們的要注意一點，就是他們的基礎攻擊力都非常之高。对，就是就算也是那句他沒有把那個英雄攻擊力加爆的話，他打人的一些攻擊的都非常之痛。那而且通常到現在2026還在用一些舊時代英雄的玩家，他們都會很常發生的是把這些英雄攻擊力都疊滿，所以的話就是原本這英雄就很痛，然後再加上他把這攻擊力疊滿，就是痛中之痛，就是非常之痛。簡單來說是，說的話我們打這種舊時代英雄或是舊時代英雄的玩家，那我們需要做什麼？那其實就像以前所說，簡單但是也是很困難的一個做法，就是不要讓他抓到。对，那我們這次就嘗試一下吧，就不要讓他抓到為前提，來嘗試把他擊破。對，那這邊的話他換了這個狂戰巴薩的這邊可以那他的狂戰巴薩很明顯就非常之怕被人抓他那個變大，然後用這個奪寶combo來打。所以的話你也可以看到他那個披風是反裝，然後盔甲也是反裝，那他就非常之安全那當然這樣做的話他是有這個弱點的，就是他這樣做的話，他會缺乏這個例如說，他狂戰巴薩沒有符尾的話，他就很容易被人抓地板。對，那所以的話，我的狂戰巴薩是裝符尾的，就是只要有機會就直接從那個地板跳走，不要讓他連技，就是不要讓敵人連技，因為我們用反英雄雖然是用來抵擋敵人的一些攻擊但是也是有機會還是要逃跑的，不要讓敵人打到才是最好的防禦对，那这邊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這邊第3回合也是一開始他換了這個狂戰巴薩，那我們就小心一點狂戰巴薩的話，如果他不停在用的話，我們其實最好的做法也是昨天一樣，打李舜臣那個一樣不停拉距離。對，因為距離能拉的話，那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他打到。对，這邊可惜那狂戰巴薩也是一個基礎攻擊非常之高的英雄那這邊可以看到我被他砍了幾下，我的血量就增加了。那所以的話也是不讓他接近。那這邊的話 V87 了，那他的 V87 其實非常之危險對我來說，因為他是沒有裝反裝在這個英雄身上的。那只要我抓到他沒有那個術士的 CD 的時候，我就可以直接把他抓住噴裝，或者是把他消技，那他基本上就完蛋了。那但是現在這個2比0加成他不但有這個技能加成，還有這個攻擊力加成，所以的話我現在這個血量你看到好像還有1格，好像蠻多但是我這個血量讓他抓到1次，我基本上就等於死了。所以呢我們要非常之小心。這邊他變小了，那麼哎呦
可以。那這邊其實我是需要用反撞的，因為你看到，對，我的血量已經直接被蒸發了。那這就是基礎攻擊力高英雄的一個優點嘛，就是會讓敵人預想不到現在那個血量到底能不能接下他這些攻擊。那不錯不錯，那來到這個第4回合，那第4回合打 V87也是啊。一開始先小心避開他的能量，但是他這邊又換回這個狂戰巴薩了，那可以啊。那這邊的話也是先拉距離，我們拉距離的最好英雄就是那幾隻，首先厲鬼，然後魔奇，然後這隻煉金術士，就是拉距離跟輸出啊，都是那幾隻啊，對我來說。我這邊他變大了，那他就是一個用吃傷害來防禦的那個玩家，那這個打法有什麼壞處？那很明顯了，就是很容易的血量，他的血量很容易被我不停壓低，然後他不會有一個留意點啊，就是他不會留意他的血量，不停讓我壓，所以說你看到他現在血量被我壓到非常非常之低。OK， 那不錯，來到現在階段了。那現在他這個英雄啊沒有反撞，那這邊直接把他抓住，基本上他是跟等於死了是沒兩樣的。當然他換了狂戰巴薩，那小心一點啊，他狂戰巴薩變大之後，我們直接把他抓住，然後來，哎呦，可以，他又用這個反撞，那但是別怕，我們再抓他第2次。那他的國王盔甲跟這個皮膚已經開了，那基本上他這邊就避不開了。那避不開的話，基本上他只能接受被我收掉這個命運了。